嗨，大家好，在这期影片我将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投资理财这么的重要。相信各位常常看到新闻上面写说，哪一位先生他40岁的时候获得财务自由，哪一位小姐她35岁的时候因为经商然后获得了财务自由。那我们都会羡慕说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早的获得了财务自由？那其实财务自由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不太一样的啦。像这些先生、这些小姐，他们可能每个月只要花费3万块，所以他们只要每个月获得超过3万块的被动收入，那他们就等于是财务自由了。所以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。如果有人花费比较奢侈的话，他可能每个月要花10万块；那有人花费比较节俭的话，他每个月只要花1万块就可以获得财务自由了。所以，我们与其去羡慕别人为什么这么早获得财务自由，我们还不如来算一下我们自己该要赚多少钱，以及我们每个月要有多少现金流，才可以退休享受人生嘛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获得财务自由，或是我们想要退休享受人生的话，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算出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，我们大概要花多少钱。那这部影片 Kevin 就会跟大家一起去计算我们这一生大概要花多少钱。那这个算法呢，是我跟一位老师学习的，他叫做林修和，我个人认为他是非常非常的棒。那各位可以上 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搜寻他，那他基本上都有创业5次，然后都成功。他现在是有在教一些投资理财的课程，那我是他的学员啦。那基本上我在那边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，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呢分享给各位。OK， 那在开始计算我们一生大概要花多少钱之前，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 Kevin。这是一个致力于探讨投资理财、财富自由等等有关财富的平台。那在 Kevin 专注学习与财务相关知识的同时，也会将自己学到的有用的财务知识分享给各位，相信对各位一定会有所帮助。同时也是不断的在督促我自己，在财务这条路上要不断的精进。那如果各位认为 Kevin 的影片可以帮助到各位的话，那可以在下方留言，那对 Kevin 会是一个鼓励，那也会让 Kevin 更有动力去进行影片的制作。OK， 那事不宜迟，那我们开始计算我们一生要花费多少钱吧。好，那我们要计算我们一生总共要花多少钱之前，我们要先计算一下我们自己理想状况之下，我们究竟能活多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桌面这个表格，可以看到我们这横轴的部分有50、15、20，然后到100。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说我们的岁数哈。那5的部分就是0到5岁，那10的部分就是6到10岁，那15的部分就是11到15岁，然后直接这样依序到100岁。各位现在年龄是多少呢？那 Kevin 现在年龄是介于26岁到30岁之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26岁到30岁之间这些表格，我们把它反成灰色。那灰色意思就代表说，这是我们留去的时间，那留去的时间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再来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我们自己能活多久。Kevin 认为自己有在健身，然后吃的也是蛮健康的，然后也蛮规律生活的。那 Kevin 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活到90岁吧？那我们就把90岁之后的时间，我们把它反成灰色。中间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剩下我们可以过的光阴，我们可以活的日子有多长。Kevin 的话大概是31岁到90岁，这是我自己预估理想状况之下是31岁到90岁。再来就是我们要预估一下我们自己想要几岁退休。Kevin 是想要在51岁之后就可以退休，所以我们就把51岁到90岁之间，就是我们的退休人生。那我们就把它用成比较漂亮的颜色，就用粉红色好了。上面就写说退休享受人生，退休享受人生。所以31岁到50岁之间就是我们工作的年龄嘛，我们工作的日子。那我们工作的时间有多长呢？那一年总共是365天。那如果又周休2日的话，那我们其实就剩下261天。那261天，我们一天只工作8小时，所以我们大概只剩下87天可以工作。那87天相对于365天，大概就是1/4。但是有些人可能要加班，所以我们就用3成的时间好了。所以我们创造收入以及工作的时间大概就是3成。那我们这边就写创造收入。给它用黄色的，剩下的时间是什么？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们睡眠，然后娱乐，然后休息的时间。那我们这边就写休息、娱乐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创造收入的时间就是这黄色的部分。我们要用黄色这些时间所创造的收入，我们要过活全部的人生，要过活我剩下的全部人生。那这个黄色所创造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呢？我们来算一下，从1到4这边大概4个，那4乘3的话就是12个，去除上26、8、10、12，12去乘上10的话，那就120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要用1等份的时间
所创造出来的收入去过我们10等份的人生。那我们由这个表格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创造收入的时间不长，所以我们要更认真努力的去创造我们的收入，然后我们才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嘛。那再就是 Kevin 预估自己的理想还可以再活60年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右边的表格。右边的表格就是写下我们刚刚预估我们能活多久嘛，我们预估大概是活60年，那我这边就写下60。各位租房子的话，就是要看因人而异啊。那 Kevin 认为自己在租5年房子，然后就要买一个新的房子，所以 Kevin 这边租房子就写5。那有人可能住家里，或是他可能不要买房子，或是他不要租房子的话，这个租房子的地方就可以写0。好，生小孩的地方是多少呢？生小孩的地方的话，因人而异啦。那 Kevin 是认为自己生2个小孩。再来就是 Kevin 会把自己一生的花费分成几个项目去进行计算。主要计算的话有生活费，然后房屋住宿、孩子花费、交通费、保险、医疗、结婚、孝亲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计算吧。首先就是饮食的部分 ，Kevin 想要吃的比较好，那每天想要吃600块的话，那每个月就要花18000。那18000的话，1年的部分就是21万，那一生的部分就是1200万。再来就是衣服的部分，衣服的部分就像是买衣服、买裤子，然后买饰品，然后买帽子之类的，这些全部都是衣服的部分。好，那衣服的部分它每个月大概花1000。那在娱乐的部分，娱乐部分就像是你去唱歌、你去钓虾，然后你去买一些线上点数，那这些都算是娱乐的部分。那 Kevin 的话，每个月想要过6000，一生算出来的话就是43万。那3星产品的部分就像是我们买手机、买平板、买电脑。Kevin 认为的话，大概是3年换一次吧。那如果想要好一点的话，3年换一次的话，那就是电脑大概3万块，然后手机的话3万块的话，那就是每年我们要花2000块。那所以一生的话，大概就是在这边哈120万。水电费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因人而异啦，有些人花的比较多，有些人花的比较少。Total 部分就是1900万。房屋住宿费的部分的话，就看各位。好，各位如果是住家里的话，那租屋就不用写，那购物也可以不用写。那如果是住外面的话，那个租屋的部分就要写哈。那我们的租屋的话 ，Kevin 现在是租8000，一年的话总共是花96000。好，96000那一生的部分大概就是花48万。那购物的部分可能未来想要购一个800万的房子，那就继续写上去。那跟边的话就是看自己想要买多少房子，自己的目标是想要花多少钱买进一栋房子哦。OK。那孩子花费从出生养到大学之后，大学毕业就让他们自己去自力更生。通常要花多少钱？其实这边差异蛮大的，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小孩的教育方式不太一样。有些人可能让他补比较多科目，像我 Kevin 就认为自己小孩应该是不用补习了。所以这个地方算出来的500万，就是 Kevin 找那个新闻上面报道的。通常一个小孩从小养到大的话，大概要花多少钱？那 Kevin 就取了500万。那如果养2位小孩的话，大概就是1000万。那再来就是交通费的部分，交通费的部分就是我们骑机车还有开汽车，那我们要花多少油钱，那就写在这边。那再来就是汽车、机车的保养大概是多少，以及捷运费。那捷运费的话，以现在来看的话，台北捷运就是每个月是1280元，就是我们买月卡的部分。那再来就是买汽车，那汽车的话，如果你买国产车，那一台80万的话，那10年换一台，那就是8430，就320万。那机车也是一样，一台买5万块的机车，也是10年换一次的话，那总共是5420，就是20万。那算出来 total 是多少？那保险花费的话，就是会差异比较大。那我是算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意外险的话，每年就是1000块；医疗险的部分就是每年是2000块，那总共就是18万。那医疗花费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健保，挂号费就是200，就是我可能每年就生一次病，那一次100的话就是200。那健检的部分就认为不能省嘛，就是健检部分大概是一年就是2000，那算出来的话大概是12万。重大疾病的部分就是我们未来可能会生病，那我们生病的话，就算我们有保险，也不可能保险全额支付了，通常还要运用自己的一笔钱，所以重大疾病的部分 Kevin 会预留大概100万，total 部分就是163万。那再来是结婚花费。结婚花费的话，婚纱照大概就是5000块。婚宴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如果我要办50桌，那每一桌要到3000的话，那就是15万。蜜月旅行的部分，如果是国内的话，可能就是5、6万就可以有了。如果是国外的话，可能就要是10几、20万。那 Kevin 这边的话，想要国外的话就是20万。求婚礼金的部分，就像是我们要定金、聘金啊，然后还要礼盒啊，还有戒指啊，这些全部都是钱哦。那算出来的话 ，Kevin 大概是认为自己是40万。那 total 部分总共是80万。再来就是孝亲费，老一辈的部分通常对投资理财不是这么的在行，他们可能没有那么的在意投资理财，那他可能需要小孩的抚养。那小孩的部分的话，就要看你自己要抚养多少钱。那 Kevin 的部分就是大概每月就是
12000块，那每年大概是14万。那一生的部分大概就是就要评估一下自己父母能陪自己多久，那算出来大概就是500万。所以我们把这些全部 total 加起来，把这些生活费、房屋住宿、孩子、交通、保险、医疗、结婚、孝亲费加起来的话 ，Kevin 总共要花5200万。也就是说 ，Kevin 想要过自己理想的生活的话 ，Kevin 要花5200万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我们每月平均要多少收入？那我们就把5200去除上60，再去除上12，也就是等于说，我们每个月至少要创造72000元的现金流。也就是 Kevin 如果要退休的话，就要每个月创造72000的现金流。那当然，这个计算方式每个人因人而异啦。Kevin 的计算方式就是比较粗略。那如果各位有更好的计算方式、更精确的计算方式的话，那各位可以用自己的计算方式。我们这目的就是我们要算出我们这一生总共要花多少钱。OK， 哇，大家有没有看到 ？Kevin 自己一生就要花费大概5000万元，平均每个月要创造7万元的现金流 ，Kevin 才可以退休享受人生。我的老天，就算我自己不停的工作，工作到老死那一刻，我都无法享受这样的人生这是非常非常让人吃惊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没有创造这7万块的话，我要么就是降低我生活的品质，要么就怎样，我要跟自己的家人去争夺财产。就是说，我们兄弟姐妹可能要去争夺我爸妈留下来的财产，或者是我老的时候，我需要跟我的小孩、我的女儿去要钱，才能过上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亦或是我要再留子孙，我可以借很多贷款，然后为了过我的生活，然后把我的负债留给小孩子。就这3种方法，这不管是哪一种方法，对我自己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尊严的人生。那我第一次算完的时候，我其实是蛮绝望的，因为如果我只有存钱，我只有工作，我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。好在我学习了投资理财，我可以自己创造被动收入。其实我们算出自己要花费多少钱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每个月只要获得7万块的现金流，我就可以退休享受人生呢。那要怎样创造7万块的被动收入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投资股息股。那要怎么去投资股息股？如果是投资老手的人，可以看上方这部影片，它主要是探讨如何使用 CIC 投资策略，用一个快速且非常有效的方法，创造惊人的被动收入。举例来说，我只要每个月投资6000块，20年之后，我一样可以每年领40万的股息被动收入，这是非常非常的容易达成的。那如果是投资新手的各位，计算完自己一生当中该要花费多少钱之后，就开始想要进行投资理财的话，那要怎么开始第一步呢？其实不用紧张，各位已经开始了第一步，那就是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一件事情，计算出自己这一生当中该要花费多少钱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当中该要花费多少钱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每个月大概要创造多少的现金流，我们才可以退休享受人生嘛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，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目标是什么。所以各位已经踏出了投资理财、财富自由的第一步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OK， 那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开始对我们的薪水进行控管。我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累积了一大笔财富。那要该怎么使用呢？这会在下一期影片跟大家分享。下一期影片 Kevin 还会提到，如果各位冲动消费的话，该要怎么办？像 Kevin 之前吃完饭的时候就想买一杯可乐来喝，那现在 Kevin 基本上不会做这件事情，因为 Kevin 知道这个消费对我的未来来讲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帮助。当然，在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无意间就买下去了，那要怎样避免自己去花费这一块呢？ Kevin 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自己去进行冲动消费。Kevin 使用这个方法之后，基本上阻挡了90%以上的冲动消费。这个方法非常的神奇，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。OK， 那影片到现在还坐在荧幕前面的各位，相信对投资理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。我们只要不断的学习投资理财，这样我们就会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。当然，投资理财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漫长，如果自己一个人走的话，会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如果有人一起分享，可以更有动力在投资理财这条路上。像 Kevin， 就是我做这些影片分享给各位，那也是不断在督促我自己在投资理财这条路上不断的前进，同时我也可以帮助很多人，这就是会让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有力量。那各位要如何获得这些动力呢？不一定各位一定要制作影片，各位可以在下方留言。说出自己我想要几岁退休，那我要赚多少钱，我想要创造多少被动收入，这些都是一个行动。
大家只要把自己的行动、把自己的目标写出来，那各位就可以更容易去达成自己的目标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为止。那希望各位可以跟我一起前往投资理财、财富自由的这条路上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